好饿，我不是死了吗？怎么还能感觉到疼和饿？古代抓扮，我这是穿了。娘，你流了好多血，得多吃些食物补补。太他妈难吃了，里面全是刺嗓子的麦须，猪吃的都比这好。好吃吧？娘，你慢慢吃，别急。这叫好吃？大伯娘生了4个儿子，阿奶说他是咱们陈家的大功臣，一向偏心他。娘，你怎么还看不明白？娘，大丫才11岁，不能卖了她去给大猪换聘礼啊！大丫二丫，赶紧把你娘抬回屋里躺着！就为了给大哥家的儿子说亲，婆母和大嫂竟然要卖了我女儿！即使要和大伯母争吵，娘你也应该等爹爹回来，或者我和大姐在的时候啊，至少我们能挡在娘面前。死丫头，又跑哪里去躲懒了？被我逮着了，当心晌午饭没吃的。跟她那个好吃懒做的娘一样，惯会偷奸耍滑，磕碰了下就安心躺着不做活，一家子吃白食的。大丫，晌午饭还没做好，再没做好你也别吃了。不好，让你偷懒儿。大姐，恶人还需恶人磨，今天让你们知道，我也不是啥好玩样。老陈家养你俩长这么大，给你们吃给你们穿，咋的？老陈家的粮食就养出来你们2头吃里扒外的白眼狼。吃里扒外，敢问婆母谁是里谁是外？若我这个外姓人是外人，那嫁进老陈家的婆母不也是外姓人？大丫二丫才是陈家人，算不上吃里扒外吧？陈嫂子，你娘家姓黄啊？听村上人喊了几十年陈家的，忘了自己的姓了。按这说法，大丫二丫才是真正的陈家人，这里丫外的真不好分。婆母，你看看你的2个孙女，10多岁了，瘦得跟地料的包谷干子似的，身上的衣裳补丁摞着补丁，这就是你口中的给他们吃给他们穿。2个闺女从小到大没顿饭是饱的，天天夜里饿着肚子睡不着，这滋味好不好受？我说句公道话，陈大娘，你这也忒偏心了些。陈大娘这几个孙子长得牛犊子一样壮实，怎么喂出来的？照样给孙女喂呗。孩子和孩子可不同，都是吃一个锅里的饭菜，有的吃多少长多少，有的吃再多也不长肉。这怪不得别人，终归是我家儿子有福气，侄妹没福气罢了。对，丫头骗子没福气。大嫂既然这样说了，婆母也认同，那以后家里的吃食就一样吧，正好也看看女儿是不是有福气的。那不行，女孩子家家的长胖了不好看，我做阿奶的要为他们以后亲事着想，不是？大伯娘说要卖了大姐给大猪哥娶媳妇儿，阿奶，快要被卖的人还能自己说亲事吗？死丫头，你胡咧咧什么？小孩子家家乱说话，大家别信。你不和大家说清楚，晚上打不死你！啊！婆母，我来说吧，小孩子哪里说得清楚？林和呐，你是明事理识大体的人，你和大家说说吧，一定要让大家打消咱们陈家卖孙女给孙子娶妻的念头。咱们都是淳朴良善之人，哪能做出这等子不好的事儿？娘以前总是被阿奶压着，她肯定又要帮阿奶说话了。 2个姑娘还小，哪里分得清真假话？我就知道，她这种软骨头，摔一跤能硬气到哪儿去？还不是得乖乖护着陈家的脸面。傻孩子，吓着了吧？你俩还真当你大伯母要卖了你们呢？她就是说着闹你们玩的。你大伯娘手里有银子，养儿子的人还能没攒到娶儿媳妇的钱？要是没攒到娶媳妇的钱，哪还敢接着一直生？那不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，想让老大老大二打光棍，被全村人笑话吗？娘，你真有银子给俺们娶媳妇儿？我哪有？再说了，即便你们大伯大伯娘拿不出银子，不还是有你们阿鸟吗？他手上必然是有银子的。实在不行，阿奶还可以卖田卖地呀。反正当初娶你大伯娘进门，就是卖了田地的，这又不是啥稀奇事。别听你们婶子瞎说，怎么能算瞎说呢？婆母，你要想清楚，以后你可是要靠大根他们几个大孙子养老送终的。你有银子不舍得拿出来，有田地舍不得给他们，
难道不怕以后没人继承陈家的香火了？对呀，老太婆以前日子过得那么阔绰，手里肯定藏着不少银两不肯掏，想拿我的丫头换钱，没门儿。分家是迟早的事，就大嫂这副贪婪嘴脸，要是分家时硬把这拎不清的婆婆塞给我，我可就天天跟着啃野菜了。这口大锅还是留给大嫂自己背吧。哎呦，那可不行，陈嫂子，你可不能断了陈家的香火呀！就是，银子拿给大孙子娶亲，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呢。陈婶子，你家大柱也不小了，你这当阿奶的，赶紧拿银子出来给大孙子娶个媳妇儿。就是，这可是传老陈家的香火。挖个野菜挖这么长时间，定是跑哪儿去躲懒了。一大家子人等你们吃晌午饭，进去进去，再不进去，统统没吃的。好了好了，都别嫌吃萝卜淡操心了，各回各家各管各娃去。走喽走喽，陈婶子你好好管家吧。娘，你怎么做到的？大伯娘怎么不帮阿奶说话了？以利相交，利尽则散。你俩以后看人，要看清他们图什么。还有，要文斗不要武斗，咱们做个文明人，知道不？嗯。大柱，你们的黑面馍馍拿去。吃干净，别剩饭。你们要知道食物有多金贵，能吃饱饭有多不容易。咱们家人口多，养活一大家子不容易，你们要知足，知道不？大丫二丫，你们去哪儿？婶子，你忘了，女儿是不能上桌的，只有我们这些儿子才能上桌吃饭。我是长子长孙，最为贵重，以后要继承陈家的。婶子，你记好了。陈家你继承啥？是那几亩薄田，还是这3间旧屋子？那你娘、你阿奶、你几个弟弟吃什么住哪儿？过来，哪儿也不去。你堂哥弟弟们能坐，你俩也能坐着吃饭。自古以来，女儿就不能上桌，也就是我们陈家好说话，不然你们也不能上桌。二婶儿，你看我妹妹不也不能上桌吗？很公平。你妹连坐在桌子旁边吃饭都不能，你很骄傲、很自豪、很了不起是不？不好意思，我闺女我不同意。林氏，你别看刚才大家都帮着你说话，就不知天有多地有多厚。我告诉你，老婆子还没死，这个家轮不到你做主。他不吃不许给送吃的，他有骨气，我看他能饿几顿。吃饭，林氏瞎闹腾，正好连晚上那顿也省了。我就不信！林和，有话好好说，轻易不能动刀子啊！弟妹，咱们平时一向和睦，你别干傻事。娘，你刚刚不是说要文斗不要武斗，要做个文明人吗？文明有用的话，谁想做泼妇？娘，菜刀要握稳了。娘，要不让我来？你们退下，今天娘让你们见识见战，什么叫能文能武？你娘我这叫文武双全。大柱二柱，你们婶子疯了，快拦住她！弟妹，要不给大丫二丫分小半个黑面馒头，丫头片子上不上桌吃饭也没什么要紧的，不是？既然没什么要紧的，那大嫂也别上桌了，端着碗随便蹲哪儿吃去。那可不成，我好不容易才熬到能上桌吃饭，庄户人家，谁家不是这样过来的？偏就你闹，你以为在院子里闹一冲，村里妇人帮着你，你就得意了？这种家务事儿，你满村打听打听，谁会帮你？哼！你怎么不先去打听再闹？我为何要去打听？这样不是更快更好？哎呦，你不能女儿没吃的就不让我们吃
既然女儿不能上桌吃饭，行，那就都别吃。林氏，你敢掀婆婆的桌子？天底下哪有你这样恶毒的儿媳妇？弟妹，你不敬婆母，等小叔子从城里回来，看你如何自处。林氏，你等着，等静儿回来，我定让他打死你。看谁先打死谁。好了，现在大家可以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分家了。分家？就是分家，你们不准大丫二丫上桌吃饭，我偏要让，只能分家。等分了家，我家的女儿上桌吃饭，你们管不着。看看是不是圆满解决了？林氏这5个小崽子平时干脏活累活，吃得少干得多，按理说不能分，可现在他和婆母闹翻了，趁机把他们赶出去，婆母手里的银钱以后就全是我大房的了。娘，把他们分出去，屋子、田地、粮食统统不给他们留。对，大丫二丫既然卖不成了，咱们得和阿奶站一边。分家可以，但是说好了，只能分宫中的田产、山林和财物，各房私下的归各自所有，可不行拿出来分。老大家的，你怎么能同意分家呢？婆母，你看看弟妹的样子，不分能行吗？晌午他这么一闹腾，咱家在村里颜面扫地，大柱他们还要说亲事呢，名声坏了可怎么好？我生养了老二一场，命都是我给的，凭啥还要分财物给他？分家也行，你们收拾几件破衣裳、破被褥，老陈家的东西，你休想拿走一分一毫。看你林和把婆母得罪死了，这下什么都捞不着了吧？你别总拿菜刀吓唬人，识相点自己滚！惹火了我们兄弟4人一起上，把你们全家扔出去！弟妹，我儿子多，你打也打不过。宫中的东西婆母不愿意分，你要是有骨气就不该要。笑话，你们懂什么叫分家吗？家里的田产山林要是没有我的份，那我就去找村长找李正问问，看有没有我夫君的一份。骨气？我拿我应得的那份怎么就没骨气了？嫂子，你想仗着儿子多动手把我扔出去？成啊，那谁先上？到时候这屋子里又是血又是命的，刚好也不用分家了，大家一起入土。这房子可是我们大房的，真要见了血，以后还怎么住人？弟妹认真了不是？大柱还是个孩子，哪能和他计较？家当自然是要分的。孩子，18岁要说秦氏的大孩子，还是等老大回来再分。有老大在，还能帮你们运东西不是？老大回来能帮着打掩护，林和一个妇道人家，能看出什么家底？既然要等，干脆再等等，正好等孩子他爹回来了，一起分。老二可是读书人，家里有几亩田几分地，他一清二楚。要是等他回来，大房还能占到便宜。不行，老大今晚就能回来，老二还不知道哪天回呢。老大也是认字的，分家找个识字的人写契书就行，不用等老二。娘和嫂子一致认为，只要有识字会写契书的人就成。如儿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你的好媳妇儿快要了你老娘的命了！哼，这眼泪说来就来，不去演戏可惜了。你嫂子不过是一句卖了大丫的玩笑话，她就得理不饶人。三柱不小心撞了她一下，她装死躺了一上午。我轻轻教训下大丫二丫，她闹得左邻右舍看笑话，连吃饭的桌子都劈了。可怜你老娘到现在还饿着肚子嘞！娘，你别生气，爹爹不会相信的。想卖大丫的玩笑话，娘，你说好笑吗？既然年岁大的娘都觉得不好笑，对于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，更加不是玩笑话了。小叔子这话说的难听，莫不是咒我家三柱？再说了，他还是个孩子，撞一下怎么了？做大人的还能跟个孩子计较不成？子不教父母之过，孩子做错了事，长大了自己担责，小的话自然该由父母担着。比如村里的孩童偷了嫂子的银子，他花完了交不出，这银子嫂子认为该由谁赔？以后要镶断王金花，
当然是孩子的爹娘陪我。嫂子说的对，林河躺了一上午，显然确实伤着了。目前还是一家人，就不谈银钱，只补偿。星际，你一向聪慧，你说说，大伯母补偿你娘什么好？不问我，反而去问二丫，倒叫她的名字星界，倒有些意思。娘流了好多血，肯定要好好补身子。家里有65个鸡蛋，就赔50个给娘补身体吧。对了，鸡蛋是宫中的，大伯娘私人还有2斤红糖，正好用来炖红糖鸡蛋，对身体最好了。那是我才买的红糖，自己都舍不得喝，竟然要拿给他补身体。50个鸡蛋啊，这得换多少盐回来？现在全要进林氏的肚子。嫂子倘若不愿意，那还是赔银子好使。愿意，小叔子说的对，一家人谈银子多见外。好了，现在来谈分家的事。他老娘控诉的事，他略过不提，直接提出分家，难道他早有此意？娘，你不要再把东西送回好吗？送回？为什么要送回？以往爹爹要来的东西，娘总说在家里难做人，等爹爹一去城里，你就又给阿奶和大伯娘送了回去。不会了，你二姐怎么叫星界？娘，你忘了，阿奶说丫头片子不需要大名，但是爹爹说女儿也应当有大名，给大姐二姐都取了好好听的大名，只不过阿奶大伯娘和娘你们都认为没必要，所以这名字只有爹爹会喊。大胡，你知道你大姐的大名叫什么吗？秋穗。秋穗，星界，明明有了4个哥哥，大房的女儿却还被取名叫招娣，确实很好听，以后娘也叫他们大名。太好了，大姐二姐肯定很高兴。娘，你不知道招娣妹妹好可怜，她特羡慕大姐二姐的名字嘞。不行，不能按人数分，那样对婆母来说太不公平了。那依嫂子之见，大房算一份，二房算一份，婆母单独算一份。说起来，我们大房有8口人，你们二房只有7口人，还是你们占便宜了嘞。爹已经过世，只剩下娘了，给娘养老送终还是由我。你大哥是长子，大柱是长孙，给娘养老送终，不是他们也说不过去。可若是娘的那一份家产用完了，大哥嫂子又想将她送我这儿共同生活，我不会，断然不会。不管娘有无银钱，我们大房有无银钱，都会一直养着娘。小叔你放心，只要有我们一口吃的，就有阿奶一口吃的，就算我们自己不吃，也要给阿奶吃。阿奶没白疼你们，还是大孙子好啊，不像那2个白眼狼。娘养育了我一场，我无以为报。我们一家人搬出去另建屋子，这3间房就算作娘的那一份吧，留着娘年老居住。还是我的儿子好，不像那黑心的妇人。真是被卖了还在帮人数钱，陈如这招以退为进真厉害，连后顾之忧都一并解决了。良田27亩，一家9亩，旱地连着山头，按山头划分吧。嫂子你先选。那破山头除了竹子就是杂树，连口油水都刮不出来，谁稀罕？小叔子你先选吧。那我就选东边那3座连着的山头吧。分完田地山林，开始分家里现有的粮食吧。儿呐，你几个侄子正是能吃的时候，你莫要怪娘偏心。娘只要给个我们一家7口人，吃到下一季粮食收成即可。都怪娘无用，养你和你大哥卖了不少田地，如今家里的粮食只够吃稀的，往后这个家没了你贴补，还如何撑得下去哦？算了，既然分了家，以后就是各过各的日子。粮食我少要一些，只是以后我挣的银钱也无法贴补娘了。铁锅得留在灶上，你们带走那把菜刀和剪刀就行，还有这竹梁床，腾出来的屋子没床可不行，就分给你们了。弟妹，你们没银钱没屋子，出去也是过苦日子，有床没床没区别。嫂子多虑了，日子好坏是自己过的。我可提前说好，你们若是过不下去要卖田地，先来问问我们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只愿嫂子也记住这个道理。哼，这麦麸磨碎了，你吃不下没事，
多掺在糊糊里，给这2个丫头片子吃就成，别浪费了。就你家的闺女金贵，老娘倒要看看你疼她们有什么用。以后她们长大嫁人，还能指望她们给你养老送终？父母子女一场，儿女皆是缘分。儿子只是尽为人父的责任，不图回报。你不图回报？你这是嫌弃我图回报了？怪不得28岁了还是个童生，没用的东西，给你交束修银子跟喂狗一样。阿奶，我爹爹最棒了，他是最好的爹爹，爹爹是最好的爹爹。娘，以后儿子的孩儿，自有儿子和媳妇儿管教。好，你就惯着吧，早晚得乞讨，以后乞讨别往我房前来。走，有空常回来看看啊。你干什么？鸭子和鹅没回来，我们就不分了。6只母鸡，吃亏就吃亏吧。走了，别送。谢谢。娘，别难受，他们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，等下雨他们就惨了。不用等下雨，那几麻袋粮食撑不了2个月，早晚饿到回来求我们，我们就在这儿等着，看他们怎么回来哀求要饭。哎，陈二家的，你们这是干嘛呢？分家了，搬出去单过。听说了没？陈大家竟然打起大丫二丫的主意，陈大娘还偏帮老大，陈二家这回闹得哟，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人呐，就是不能太软弱。你看陈二家的闹腾一番，分了家，日子反而有盼头了。唉，能当家做主是好，可农忙时咋办？陈大家4个儿子呢，分出去了以后，连个帮手都没。这块地不错，这块地土质硬，不适合开荒种庄稼，所以一直荒着。后面的3座小山头连带这片地，现在都是我们的了。那边有处山泉眼，我们先在泉眼处盖个茅草屋，洗漱也方便。等挣了银钱，咱们再建一座砖瓦房。你早就想好了。我一直想搬出来住，有个属于自己的小家，远离村里的是非，也远离娘和嫂子。搬出来就行，以后咱们过自己的日子，不听那些闲话。东西搬完了，我先把板车还给李大叔。行，你去吧，我来把这些东西整理下。秋岁新建，来帮你们娘整理杂物。江河湖，你们3个去割茅草，去割矿。那东西割手，别让你们姐姐和娘做，等爹回来和你们一起割。好。娘，我先去垒个鸡窝，把鸡关进去，待会儿再去村里找小姐妹要些菜种子，赶在9月初种下，冬天咱们一家人也有菜吃。娘，我去竹林捡些竹菇回来打个汤。秋岁，有些蘑菇是有毒的，你认识不？娘，你叫我大名？秋岁这个名字很好听。既然咱们一家子搬出来了，往后也无需看你阿奶的脸色过日子，娘还是和你们3个弟弟一样，唤你俩大名吧。娘，你放心，蘑菇我认得的。我去竹林只采群菇和竹菇，别的都不采。星教，我来垒鸡窝，你去村子上看看有无多的菜种子，带几个鸡蛋过去换。娘，搬石头累，你早上才受伤流了血，先歇息一会儿。鸡窝我一个人来得及，你去挖个灶洞吧，等大姐采了蘑菇回来就能做吃的了。好，我先去挖灶洞，待会儿晚饭给你们做好吃的。娘，你受了伤要补补，好吃的你只做你那一份就成，不是还有1麻袋麦麸吗？我和大姐的蘑菇汤里加麦麸也能吃饱。以后一家人吃一样的饭菜，有好的就一起吃好的，差的就一起吃差的。好。怎么了？娘，
村子上好多人家已经播种了，没有多余的菜种子。你看，只换回来这些。没事，7、8样菜换着吃，够吃了。不是说样式，而是数量不多。冬天可怎么办？我明日去城里再多接些超叔的活计，先将菜种子的钱挣到。娘，爹，看我采了好多蘑菇。检测到正宗纯正野生鸡枞菌1斤4两，竹苏2斤，是否出售？野生开槽鸡枞菌167元每斤，共1斤元一少，2011 5.7元。新鲜野生极品竹松2斤，是否愿意出？竹菇好多老的，要是早上去捡就好了。好在群菇正好，足够我们一家人晚上吃，还有剩的。秋穗，你说那边还有多少？娘，当然还有，满山都是，根本捡不完。竹木一茬又一茬冒出来，哪里知道有多少呢？娘要晒干做冬菜。太阳还没落山，我和大姐再去捡些回来。只是要麻烦娘一个人做晚饭了。没事儿，做饭不累，你跟着吧。还有江和河，一起带着吧。快去吧，老的嫩的竹菇都能捡回来，多带几个竹筐竹篓。娘，这是晚饭吃的，真不是过年吗？过年也没有细面饼子吃啊。吴小芝洗手去喽。洗手去喽，好嘞，娘。怎么没吃？秋穗心悸，爹爹碗里的蛋太多了，吃不完，分些给你们。不用，爹爹，你看我们碗里的鸡蛋更多。爹，你看，好多鸡蛋呢，你再也不用把你的那份分给我和小妹了。人齐了，开吃！哇，开吃！真好吃，一点都不硬邦邦的，吞下去嗓子也不疼。原来白面是这样的呀，怪不得有钱的大老爷都吃白面呢。好想以后每天都能吃上白面和鸡蛋啊！想啥呢？吃上一顿就不错了，还能天天吃，那还不得吃穷了？怎么不吃了？娘，我们吃饱了。鸡蛋有营养，有营养的东西果然管饱，吃撑了浪费粮食。以后不光有鸡蛋吃，还能有肉。啊，是肥肉吗？油润润的大肥肉。行，明天你们爹爹去城里买肥肉回来，咱们熬猪油，不光能吃上猪油拌饭，还能吃上大肥肉。哇，太好了！让你办的事儿，你就办成这样，好端端把老二一家分出去干嘛？咋的？3间青砖瓦房归咱，粮食才给他们5麻袋，银钱一文没给。你去村里打听打听，谁家妇人有我精明？老二一家几张嘴能吃多少？家里活全是他们干，老二还能往回拿钱。就算不分家，这瓦房不也是咱们住？你想想，老二挣的钱全交到娘手里，娘手里肯定还攥着银子呢。你确定？老二挣那么多，怎会没有？这事儿你办得不错，等他们那点粮食吃完，早晚得卖田卖地。好不容易少了6张嘴，以后绝不给他们一口吃的。以后碰见老二一家，谁也不许心软给吃的，他们吃苦的日子在后头。爹，竹山分给小叔了，这蘑菇是大鸭二鸭姐姐。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只有竹山有蘑菇。娘，明天你和金花带招娣去别处捡些回来。哼，凭啥？老娘我辛苦把你们拉扯大，还让我去捡蘑菇，我不去。金花，那你明天带招娣去。大虎，你力气小，把茅草理齐就行。大河，你要用力些，不然茅草松散，雨水会漏进去。大江绑得很好，不愧是哥哥。你跟我来，我有事和你说。粮食麻袋鼓了，5个鸡蛋做出的汤比10个还多。大家都吃饱了，我们回去吧。
明明没钱，却说明日要买肥肉。你想不想过上好日子，吃饱喝足的好日子？我明日去城里多接些活，一天能挣53文，攒3-5天就能请人盖3间茅草屋。晚上我也抄书，给秋穗、星面攒嫁妆，给江河湖3个小子说亲，应该不成问题。田里的收成管一家温饱，你别太担心，也别做违反律法的事。你的意思是，只要不违背律法就行？只要不坑害别人。你放心，既不违背律法，也不坑害他人，只是需要你配合一下。我能做什么？对了，粮食和鸡蛋多了也是这个缘故吗？我头磕了后，新得到一件东西，能换取粮食物品，但不是白给，需要拿东西换。粮食和鸡蛋，就是用秋穗采回的蘑菇换来的。按开散竹估算，1斤换大米大约80多斤，换面粉大约50-60斤。果然是神仙给的东西。林和，既然神仙把东西给你了，必然是认可你的，你千万别和别人说。君子无罪，怀璧其罪。5个孩子还小，怕口风不严，也先别和他们说了。你放心好了。你说，需要我配合做什么？往后家里多出来的东西，就说是你从城里买回来的，你帮着遮掩就行。好。秋穗、星剑，你们准备做什么？爹，我和小妹趁新鲜把蘑菇洗出来，晚上风凉吹干，明天大天能晒个半干。今晚有星星，明天必然是大晴天。爹娘，今天傍晚我们捡的蘑菇估摸着有15-16斤呢。这么多呀？竹菇群菇最晚到10月，我和大姐小弟们努力捡，等冬天咱们家就有菜吃了。最晚到10月？不用洗，明日爹爹要将它们全部带去卖，洗了容易缩水发皱。爹爹，去城里卖还是赶大集卖？集市上只能以物换物，我带去广宁府卖给书铺购书的读书人，1斤他们愿意出4文钱。黑面3文钱1斤，10斤菇子能买13斤黑面。咱们今天快有20斤了吧？一天能换26斤黑面，在冬小麦收获前不用担心饿肚子了。我明日天一亮就去采菇子，带着弟弟们一起去。对，一定不能让村子里的人知道，尤其是大伯娘一家。靠蘑菇挣钱只有1个多月，还得多余才行。开通日常用品要2000，药品要8000，还得再寻摸新财路。你们快去洗洗睡吧，筐子里的饼子给爹爹包3个带去城里吃。喂太好了，开通日常用品后还能有剩余。商城里的钱不能直接换成铜钱银两，但盖屋子、付人工、买青砖和耕牛都得用真钱。靠你一天挣53文太慢了。大米面粉别买太好的，若是被守门的士兵查看不好解释。肉类也不行，咱们家没猪没牛，容易暴露。最好是山里本就有的药材类，可我不认识药材。药品开通费太贵，但很多中药材能用块茎做种子，这个开通费只要2000元。3七、铁皮石斛、当归、天麻、重龙、鸡血藤、黄金、何首乌、白蚁，这几样哪些是咱们这儿有的？何首乌咱们村后山肯定有，儿时老村长挖到一株20多年的，卖了30两银子。不过这几年大家挖到的都是1-2年生，也就100多文到几百文1斤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拼了！精品特大个来3份，3斤特惠装来10份，种子来20包。大个的明日我带去城里药材铺卖，小个的带一半，剩下的埋在咱们家后山。若是有人问起，也有个由头，不至于露馅。这是种子，你打算种何首乌？对，我想着咱们有3座山头，干脆种上药材。
你想得很周到。这何首乌不用怎么管，正适合种在林间。林和，你看看神仙给的物件里有没有那种同样适合种在山林、饱腹感极强的种子。怎么突然要找吃的种子？咱们这儿偶尔夏季洪涝，老村长说过，30多年前发大水，田里绝收，饿死了不少。咱们家有神仙赐福，饿不着。可到了那时，村里人如果都吃不饱，咱们家还顿顿有粮，对咱们来说就是极度危险的事。我明白了，不能只顾眼前挣钱，得有灾荒年的掩护。淀粉含量高，耐生长，不用管，还能助药。有了，葛根。葛根的种子，这东西长得极快，要不了2年就能占满山林的边边角角。好，屋后山林种何首乌，靠近村子那边的山头用来种葛根。种子太小，拌点草木灰撒下去才不会太密。我这就去后山撒种子。进城费2文钱。军爷，行个方便。这位公子是抓药还是看诊？我有些药材，想问问贵铺收不收？不知是何药材？太过常见的药草类，我们药铺收的已足够今年使用，怕是无法再收了。好，竟然是何首乌！公子既然拿来人祭堂，想必也是对咱们药铺信任有加。老夫收购药材一向银货两修，从无克扣斤量，也不无乱报价。公子请放心。掌柜的客气了，自然是信得过的。我刚才查看时，已经按品相分为2堆，个头大的那堆年限长，品相佳，人祭堂出价450文一斤；个头小的那年限短，药效不佳，最多只能出210文一斤。公子若是担心我压价，大可去别的药铺问了之后再决定。在下信得过掌柜的，就不去别处询问了。品相佳何首乌12斤，450文一斤，计5400元；年限短何首乌15斤，210文一斤，计3150元。8550文，8两多银子，我抄半年书才能挣到这个数。林和好厉害啊！你看是换银子还是铜钱？8两碎银，550铜钱。多谢。昨晚和林和是按照好的200多文，差的100多文估算的，如今价格足足翻了一番，多出的银钱能买不少东西呢。盖茅草屋留下半两银子足够，米面林和那里有，但昨天答应了孩子们买猪肉做助猪油布饭，不能食言。岳父是个屠夫，以往贴补的猪肉都被娘分给大孙子吃了。秋穗和星燕身为女孩子，长这么大连荤腥也捞不到一块儿，改日带了礼品再去牛头镇看望岳父吧。老板，来2斤猪肉。多送你一根大棒骨。家里人多，孩子们越发能吃，铁锅得买个大的。等请村里人盖屋，晌午那顿饭必须管。客官，看看需要点啥？客官，咱们布庄需有新来了一批布，物美价廉，进里面看看呢。家里只有我穿粗棉布，林和5个孩子穿的麻布衣上已经补丁罗补丁了。天气渐渐转凉，得买些布和棉花回去。大晴天不用狼狈躲雨，也不用慌忙给粮食被褥遮挡了。可是连续大太光晒个几天，林子里的蘑菇怕是连影子都见不到了，得赶紧想别的路子挣钱了。有白面饼子在，秋穗绝舍不得熬这么浓的粥，这是专门给我留的。娘，给。娘不是说了不用给我留饼子吗？你们5个吃得饱吗？吃饱了，大姐给我们舀了满满一大碗粥，还分了饼子。不过大姐说她喝粥就行，没吃饼。走，咱们去找哥哥姐姐。好呀。娘，大姐他们看到我们来，肯定高兴坏了。 4个孩子去那么早，怎么也捡了10几斤蘑菇了。等换了钱，就能给家里添置点好东西了。说吧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娘，我们早早去竹山，本来捡满了2篓子蘑菇，大伯娘突然来了，说大伯爱吃蘑菇，直接让我们把2篓子全倒给他。我们不愿意，他就骂我们是没良心的白眼狼。走，娘给你们讨公道。爹去城里了，咱们这样直接过去不妥，还是先回家把事情理清，再叫上邻里一起去评理。对，
二姐受了委屈，咱们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娘，你去把话问明白，大姐、二姐把经过讲清楚，咱们要让大伯娘把拿走的都还回来，再给二姐赔个不是。金花呢？这日头还没多高，你娘俩就捡了满背篓的竹菇，手脚勤快人了。这算啥？老娘勤快的地方多了去了，你们个个别狗眼看人低。他咋捡得这么快？那背篓怕是有10多斤，8成是碰上姑子窝了。谁会送他姑子？分了家，他也得为大柱相看考虑，总算是勤快起来了。他也就为儿子考虑，看看招娣才7岁，背那么大篓子，他空着手不亏心吗？慢慢来吧，没只让招娣一个人去干活，勉强也算说得过了。那是他娘，能有啥法子？行了，快剥鸡干了存着，往后粮食不够的时候拿来煲汤，既是菜又是饭。听说广宁府的大户人家爱吃这个，咱们拿去卖呗。别想了，人家要吃新鲜的，进趟城2文钱，卖不出去还得坏在路上。就是，这玩意儿水里到处都是，谁正经吃这个不值钱的玩意儿？叮咚，检测到正宗野生无污染纯手工剥鸡头米23斤，是否出售？没事，走得急有些岔气，稍微歇息一下就好。新鲜的比晒干的贵这么多，这满村不值钱的鸡头米可全是大财路，我该怎么从他们手里收？又该出什么价位比较好？哎呦，陈二家的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哎，千万别做傻事儿啊！有啥事儿和大娘说说。昨日好不容易分出去了，接下来的都是好日子，大妹子你可不能犯傻呀！是不是分家不公平？别动刀子，那可是要上官衙门的呀！对呀，有什么事儿好好说。大娘、婶子，不是我犯傻，是实在欺人太甚。王金花跑到我们的山上抢了孩子们辛苦半天采的蘑菇。大伯娘一直对我大姐二姐没有好眼色，以前在家哪样活不是我大姐二姐做，如今分了家大团服，今天一定要为我二姐讨一个说法。太可恶了，咱们山水村怎么能有这样坏的人？为了点随处可见的姑子对侄女下狠手，简直恶毒。何芳，你快回家一趟，你当村长的公爹找来。哎，我这就去。走，我们陪你一起去，让王金花给个说法。对，咱们让王金花把姑子还回来，再让她给个保证。你们可千万别真动刀子。这才不到晌午就捡了这么大篓子菇回来，看来怪容易的。明日你们还去捡吧。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我带这个丫头片子就是薅也薅不来这么多。阿爹，这菇子是阿娘从大姐二姐那儿抢来的，咱们要不要还回去？这是从大丫二丫那儿抢来的。那2个丫头片子原来在家里乖巧听话都是装的，如今分了家，翅膀硬了，我不过是要他们一点菇子，就推三阻四不肯给。胡子到处都是，为了一点不值钱的菇子做这事儿，传出去了，村子上人怎么看咱家？咱家还有4个儿子，你是不想别人给他们说亲下了？咋了？我身为他们的大伯娘，拿他们一点菇子当孝敬怎么了？传出去别人也只会说他们不懂事儿。再说了，这菇子是我一个人吃，我背着恶名声，还不是为了咱们一大家子好？好一个为了大家子好，拿侄女的命换来的菇子你们也吃得下？陈大家的，原来你在家啊？你家的婆娘你也不管管？哟，张婶子，你自家饭都快吃不上了，还有闲心管别人家的事儿？有这空闲多去剥些鸡头米，起码青黄不接的时候也能填饱肚子。金花，张婶子这几年没白天黑夜的干活，起码没卖孩子你夫家好，但你之前还打大丫二丫主意，你做的是人事吗？就是，张婶子家穷又不是她造成的，你这嘴太恶毒了，不光嘴恶毒，手也毒。大伯和大伯娘才是一家人，肯定会护着大伯娘。大伯必定会说大伯娘是无心之失，让我们小孩子家的不要计较。大伯是不是认为二姐只是爹下山受了伤，但是大伯娘却丢了名声，他们还吃亏了？这几个孩子把我要说的话都说了，让我说什么？别怕，村长快来了，哪怕不送官府，也要按村规处置。你搞成这样就为了抢姑子？明明是他连点姑子都舍不得孝敬我。好，你到现在还没认为自己有错，待会儿村长来了，看你怎么办。二丫，大伯娘刚才做的不对，大不了这些菇子你拿回去。大伯娘刚才还把里面的杂草青苔挑了出来，也给你们省了摘菜的力气。金花，你这是承认错误吗？你没诚意的话，我可不拦着陈家小子了啊！我看就应该也让他见血，不疼他不知道厉害。当家的，你说句话呀。这样吧，姑子还你们，二丫受了伤需要补，就赔10个鸡蛋，以后也不许再就此事闹腾。陈老大，10个鸡蛋你也好意思说出口？这样好，以后谁要是把你推下山，别慌，10个鸡蛋就行。别，既然自家人10个鸡蛋就成，正好我有鸡蛋，我也舍得出这个鸡蛋。来，你们一家去早上二丫站的地方，我推一个给10个鸡蛋，发家致富的机会来了，你们一家赶快跟着我去。这婆娘疯了，凭什么？弟妹你别得寸进尺，就凭你们推了新建，我的要求合情合理。你老头子我也觉得合情合理。陈老大，你陈家日子一向好过，昨日才分家，
今日就去抢老二家的东西。村长，你是想被押送去官府，还是认村规处置，回你的孙家，再也不是山水村的村民？既然不想，那我来说，你们听着：一是还回姑子，一点不能少；二是王金花抢夺二房财物，赔二房大米一袋，以后田地山林。二丫受伤是事实，你们赔银子，让他看大夫开药。银子？什么银子？我们家没有银子赔。好，既然没有银子，那就拿院子里的6只鸡给二丫补补身体。阿奶，你就出了吧，看在阿娘给你生了4个大孙子的份上，要是阿娘被赶回孙家，外祖母肯定打死她呀。还得是老村长，看你们以后敢不敢欺负二房，分家就是2家了。陈老大，你要不服气就去见官。好。谢谢村长爷爷。现在人多，送东西反而让他难做，这人情我记下了。阿姐，秋岁新建江河湖。舅舅，一群小没良心的，眼里只有舅舅，外祖父这么大块头看不见。外祖父，外祖父带了肥肉来，晌午让你们阿娘给你们烧肉吃。爹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原主爹是个杀猪的屠夫，凶得很，把女儿嫁给读书人，没想到女婿连个秀才都没考上，28岁的高龄，还是个童生。等等，杀猪的林屠夫，30岁的童生陈如，南方山村。老天，难道我不是普通的穿越，而是穿进了那本华国绝大多数人都看过的小说里？我临死前向神仙许了3个愿望：第一，要有健康的身体；第二，要有亲生骨肉；第三，想穿进看过的书里。愿望倒是全实现了，就是有些敷衍。身体是健康，但穷的吃不上饭；孩子是有，一给就是5个；书也穿了，竟然是《儒林外传》，这调剂谁受得了啊？姐夫呢？你姐夫除了抄书还能干啥？干农不行，科考也不成，真是白瞎了我当年的一片信任。你老现在就图个嘴快，等女婿中举了，你可是跟在后面扯鞋脚的人。外祖父，爹爹今日没抄书，去卖竹菇和群菇了。林屠夫，你就别瞎操心了，女婿好歹是个读书人，能放下身段卖菇子，还有啥可挑剔的？就是，我看侄女婿有官相，以后说不定就当上大官嘞。借各位吉言了。早上村里人来买肉，我才知道你们昨日分家了。你也不提前通个气儿，阿福好来给你撑腰。听说你们被赶出来，连个落脚地儿都没，我赶紧让你娘去买东西，叫上林和过来，争取今天就把茅草屋盖好。女婿是大男人，淋雨没事，你和大丫二丫可不能淋雨落病根。闺女别担心饭食，阿爹特意留了一刀肉，肥多瘦少。晌午你兑上青菜，煮一锅糙米糊糊，有肥肉也不算难看。爹，粮食够，晌午饭吃干的。吃干的。外祖父你放心，我们刚得了1麻袋大米，有吃的。多亏了老村长给我们做主。不错，这老村长是个明事理的，他的恩情爹记下了。爹，感谢老村长的事我想好怎么做了。你今日出钱又出力，剩下的就省省，还要给文华说亲事存银子呢。你这傻丫头，下午干完活招待一顿好的就行，你怎么把大米鸡蛋都拿出来了？这2样是好东西，留着你们自己补身体才是正事儿。爹，你别怪林和，昨日才分家，菜园子没种起来，菜样式少，但米饭煮得多，你看满满一大锅，蛋花汤也是一大锅，能吃饱的。也不知道你俩今后这日子咋过。哎，大侄女你也太实诚了，鸡蛋咋比竹菇还多？以往都是在竹菇汤里找鸡蛋，你这倒好，鸡蛋里面找菇子。大米饭就是香呢，大侄女，这饭至少得掺些粗粮啊，太实在了。侄女婿你也不管管。各位叔伯大老远过来辛苦了，菜不足，米饭定要管饱才是。读书人说话就是好听，侄女婿放心，你家的草屋一定盖得又宽敞又结实。阿娘做蛋花汤，恨不得一个鸡蛋分2次。阿姐倒好，这里面全是鸡蛋，竹菌才2-3根，好喝是好喝，就是鸡蛋多到我都有些心疼了。舅舅，你别担心，竹菌爹爹能带去府卖银钱，但怎么也卖不过鸡蛋啊！等回镇上，我得找份短工挣钱给阿姐送来。这少年真单纯，心里想什么全写脸上了。谁能信我是真舍不得竹梅才多放鸡蛋的？毕竟1斤竹梅能换20多斤鸡蛋。何首乌价钱比我们预计的高许多，足有8两多。买了东西后还剩3两银子和100多文铜钱，铜钱收在竹筐里了。有事？林和，这些年爹娘贴补我们不少，小舅子说亲正需要银子，今日爹爹送来的东西至少值1两银子。咱们既然有了银子，折换成银子让爹爹带回去好不？好啊，那你把银子给爹爹，让他带回。岳父那脾气，送来的东西绝不可能收银子，小舅子更不会收。我这体格去硬塞也塞不过他们啊。回礼也要看时候，不然非但落不到感激，还惹人不痛快。咱们这段时日多挣银钱，过些日子给爹娘做几身衣裳，等文华相看好后出些银钱，爹娘还能拒收。快，你过来，我有挣钱生意和你说。这2人嘀嘀咕咕说啥嘞？林和，你确实是120一斤，也就是说1斤新鲜的鸡头米能买5-60大米是吗？确定、一定以及肯定。其实手包鸡头米还有更高的价格，
不过那是江南地带的苏血，咱们山水村是更南方的广纽，价格上比那儿便宜几十块钱一斤。可能人家地方精心打理过，品质更好，价格高些实属正常。林和，你说他1斤鸡头米换几十斤大米，多亏啊！后面会不会亏到倒闭呢？你担心他亏？想什么呢？这才是真正会做生意的商城。收纯天然非人力食物，同时也卖各类物，买卖都在他家，单一买卖之间他都挣钱啊。能挣钱就好，那我们多多的收鸡头米，再多多的买物品，让他多挣钱。你回来前我粗略的想过一遍，咱们以物换物最为划算。银子的话我们没有那么多，并且还要从商城买东西再卖出去才能套现，直接以物换物套现行不着。林和，粮食直接交换，咱们永商城里买1斤鸡头米可以换几斤粮食，粮食耐储存，能卖银钱，也能在大集的时候换所需物品，对村子上的人来说最为实在有用。咱们就说我一个有钱人家的同窗，家中开有酒楼，需要收大量的鸡头米做甜水和糕点，而他府上田地多，粮食收成好，想着优先用粮食换，要是同意就换。明日我租辆牛车回来，我们买好粮食运到村子里发下去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可行吗？蛮好的，那就用大米换吧。不是小米、包谷这些吗？村子上的人不舍得吃大米的，用小米换能多换几斤？你知道小米多少钱一斤不？普通小米4、5元一斤，1斤小米能买2斤大米了。有机小米17、18块一斤，能买8、9斤大米。你说用大米换还是小米换？什么是有机？就和你们这儿种出来的一样，不用化肥，而是农家肥，不打农药，土质也没有污染。用大米换，就说我那同窗种的水稻。咱们先去张婶子家。张婶子家情况不好。何止是不好，张叔生前好赌，不但输光了银钱，还欠了赌债，最后连仅有的3亩良田都卖了还债。张叔死后，张婶子一个人拉扯6个孩子，家里就剩几亩荒地，饭都吃不饱。怪不得你一定要先去他家。张婶子穷归穷，心眼却极好，她教出的6个孩子也个个勤劳肯干。小草，快进来吃晌午饭啦！陈二哥、二嫂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娘，陈二哥、二嫂子来了。哎呦，正巧赶上吃晌午饭了，你们吃了没？快进来一起吃。婶子，别忙了，我们吃过才来的。真吃过了，家里也没啥好东西。婶子，我们真吃过了，今天来是有事想跟您说。行，那进屋说。婶子这儿没糖水也没茶，只能委屈你们俩喝白开水了。婶子别客气，你们来是不是为了上午帮你媳妇儿说话来的？要我说你们太客气了，哪里需要特意跑一趟？婶子上午仗义严言，我们心里感激，这谢是一定要到的。不过今天来还有一件事，我们想收购鸡头米，用2斤半大米换1斤剥好的新鲜鸡头米。你说什么？小妹，大哥刚才没听错吧？没听错，大哥，我也听到了。陈二叔说用2斤半大米换1斤新鲜鸡头米。2斤半的大米换1斤鸡头米，老二媳妇，我没听错吧？没听错。那可是2斤半的大米啊！河有水塘中到处都有的东西能值20多文。你和老二是不是为了感谢我上午帮忙，故意贴补我？婶子，这鸡头米我们后面一直要，多少都要，哪能是贴补？实话和您说了，是我相公的同窗收，人家开酒楼，一道汤水糕点几十文很寻常。他提及用大米换，我们就先紧着帮过我们的人家问问，看您愿不愿意。愿意，怎么可能不愿意？2斤半大米能换7、8斤黑面，够一家人吃2天了。那您家一天能供应多少斤？娘，我和大哥、二哥不去山上砍柴了，我们去捞鸡米果。你和弟弟妹妹在家包，咱全家全天都弄这个。老二媳妇儿，村子里数我包的最快，加上这几个皮猴子，一天至少能有20斤。20斤鸡头米换成黑面得100多斤。老二媳妇儿，20斤会不会太多了？少些我们也行。不会，相公同窗说了，多多益善，有多少要多少。婶子，你们放心的包。小草，快把这些收起来，给你二叔二婶带回去尝鲜。婶子留着吧，下午剥好的泡在水里，天黑前送来就行。明日发大米。哎，一定送到。老大，你说这是不是老天开眼了？这辈子就居然还能盼上一顿饱饭。娘，是陈二叔能干，林和嫂子知恩图报。是啊，谁说读书没用？你看看人家找的这活计。就是陈二叔一看脑子就活络。我咋感觉林和思也不同了呢？但就是变好看了，一看就能让人信他。你们懂啥？这是分家了，腰杆挺直了，能当家做主，说话当然算数。
都别愣着了，快去摘鸡米果，等天黑前送过去，娘给你们摊黑面菜饼子吃干的。有干饼子吃了，吃干的了。张婶子一家干活实在，这下他们日子能好过些了。走，接下来去村长家，再去李大娘家，把上午帮忙的都走一遍。好，听你的。真能换粮食，还是细粮。对，有多少要多少。林和啊，你放心，今天天黑前，婶儿肯定给你送来第一批。多少？2斤半大米换1斤？没听错，天黑前送来就行。换？怎么不换？我这就叫我家老头子下水去捞。都交代妥当了，没人能拒绝换细粮的诱惑。老二媳妇儿，我们送鸡米果来了。林和啊，大娘也弄好了1桶。宝宝吃一口，吃了就不饿了。这日子太苦了，村里哪怕日子最好的，也只是吃包谷面。林和，晚饭咱们做什么？上午买的猪大骨用不上了，岳父带了猪肉，我把骨头进泉水里了。阿爹千叮咛万嘱咐让省着吃，这连个案板都没，咱们就吃面疙瘩汤吧。爹也是怕咱们后面饿肚子。咱们不全用白面，掺些煎荷包蛋，有水够了，待客也拿得出手。加上早上卖鸡枞菌的钱，今天一共挣了5256块。林和，离开通药品的数额是不是更近了？加上晚上的鸡头米，应该够开通了。可一开通，又是辛苦苦几十年，一朝回到几方仙。药是必不可少的，你不是说后面还有防护、储存类的，等挣多些，一一开通就是。还是要收购，这样挣钱快。这是真的有家了。你别担心，等明年梅雨季节来临前，这些茅草还不会散发难闻气道。我们争取在那之前盖上砖瓦房。我不担心。去，这些粮食重，爹来搬，你们俩一旁去。阿爹，这2斤红糖你带回去给阿娘泡水喝，补身体的。文华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姐，我看这后山有兔子洞，说不定哪天姐夫外顺就抓到野兔了。我提前垒个兔子窝，兔子能生又好养，以后你们时不时也能吃上肉不是？阿娘做的面疙瘩好好吃，小舅舅你快吃，不然待会儿就没了。姐，这小舅舅你怎么啦？没有的事，娘煮了2大铁锅呢，保证够吃。荷包一人只有1个，但是面疙瘩管够。一人只有1个？我也还想吃呢。煎到2面金黄的荷包蛋又香又软，尤其蛋的边缘咬一口嘎嘣脆。小舅舅，大姐今早捡了12个鸡蛋，今天又带回来6只鸡，明早起来说不定有20个。你留下来，明天阿娘做鸡蛋又能吃上了。不了，你家的活干好了，小舅舅就回去。过段时日，小舅舅挣了钱，给你们买好吃的送来。小舅舅，我们在捡谷子，阿娘说能卖钱，等我们挣了钱，也给你和外祖父母买好吃的。小舅舅，我跟你说，哪里的竹菇最多？好了，闺女、女婿，我们要回了。你这是干啥？我们来帮工，哪能拿你的东西？红糖给阿娘的，补身体，我自己留的有，秋岁新界也够喝了。2斤重，好，你阿娘享你的福了。哎呦，孝顺哟！林屠夫，你还磨叽啥？赶紧揣怀里捂着，生怕别人抢走了。就是，换成我早藏起来了。瞎说，这可是红糖，放怀里揣着还不得捂化了？在家好好的啊，外祖父改天让你们舅舅送肥肉来。好了，回去了，别送。陈二家媳妇儿，各位大娘、婶子、嫂子，大家叫我林和即可省事儿。林和，你看我这鸡头美，按照你说的，边包边放在水里，来之前才捞出来，可水灵了，一点没干，行不？行，河粉嫂子，你称了没？带了，哪能不带这个啊？好，那我们一起去我那儿称了重量，连带晌午的一起记下来，明日按照记下的数发大米。行，听你的。
奇了怪了，村子里最近有喜事吗？林和，堂哥今天下午只送来1斤鸡头米，上午还能包5斤，下午怎么才1斤？他为人做事精明过头，我猜他很可能想自己去府城寻门路，绕过我们直接做这笔生意。那随他呗，外面那么多挣钱的生意不想着去做，自家人刚做点小生意心思就动了，真是能干的聪明人。我们是装作不知，还是不收他的了？他今日只是送的少，贸然不收说不过去，先收着，等他闹吧，顺带把人群里不稳的全部带出来，到时一起不收。稳妥些好。加上卖蘑菇和中午的鸡头米，总额已经破万了。要先开通药品吗？先不开，等急需药品或者余额足够时再开通。今日总共收了84斤鸡头米，得给付210斤大米，你算算需要多少钱？这大米人人爱吃，如此便宜，那随处可见的菇子鸡头米竟是天价般贵。2元1斤的大米原价420元，有优惠，只需410元。我和药铺掌柜说好了，明日还能再送一次何首乌，之后冬日来临前我们就隔几天交叉着送，只说是在周边山头找到的，不会太引人注目。行，对了，你怎么还买了布匹，还是细棉布？你和孩子们的住金有了钱财，做2身新衣裳，等天冷的时候正好能穿上。该花就得花，明日我找李大娘给你做出来。我不用，我衣裳没有补丁，还能穿。明日卖了何首乌，再多买些布回来，咱们不差钱。明日少卖一些吧，大概能卖个5两银子的就成，还是稳妥为主。你决定就行。盖个4合院得多少银子？4合院？是啊，你看秋岁星界大了，得1人1间。江河湖3个小的时候能挤挤，大了总归要3间，加上你我，最少6间屋子。要是阿爹阿娘文华来住，总得留客房，不如一步到位，盖个4合院。3间敞亮的砖瓦房，加上置办家具床柜，30两足够。咱们要是建正屋，两旁加耳房给秋舍星节，前面建5间倒座房给江河湖和留客房，再建厨房、厢房，连带院子围墙铺面，至少要有100两吧。100两？何首屋最多还能卖2个月，平均5天一次，一次大概6两，2个月能收入72两银子。72两还是太少了，你再想想，你这儿还有别的药材不？能卖起价，商城里又不贵的，确实没有比何首屋更合适的了。或许我们换别的府城卖。去别的府城，路上安全不？开通日用品又花了2000，这不到8000的余额，要是再出点什么幺蛾子，怎么活啊？我可怜的儿哟，天不亮就去府城抄书，家里的婆娘日上3竿了还在睡懒觉，我儿命苦哟。你别嚎了，阿娘昨晚翻来覆去没睡好，你让她多睡会儿。我这个做婆母的想进自家儿子屋，还要被你们一群我亲手带大的白眼狼拦着，我的命咋这么苦哟？阿奶，阿娘昨天累着了，今天不小心才起晚，平时不用解释了，我就是故意睡懒觉。不光昨天起得晚，今天起得晚，以后我想什么时候起就什么时候起，这是我自己的家，我睡个觉还要过问别人的意见。你别以为昨天你娘家来人给你盖了个茅草屋就了不起了，一个不值钱的茅草屋，你有什么好嘚瑟的？既然茅草屋不值钱，那婆母你给我再盖一个。弟妹，既然分家了，你怎么好意思让婆母再给你盖屋子？咦，分家了？我儿子我管得着，出嫁从夫，你就该听我儿子的。这是老陈家，不是你林家，想在陈家作威作福，欺压到我儿子头上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婆母怎么说话只说一半呢？什么？出嫁从夫，我记得后面一句是夫死从子，公爹没了，婆母是不是该听儿子的话？还有，这屋子是我老林家的人来盖的，婆母要是把陈家林家分得如此清楚，等你儿子回来让他别进这个屋子不就行了？哦，婆母要是不想给你儿子盖个屋子，还可以把你儿子带回去住，想必大哥大嫂也不会反对，是不？弟妹别瞎说，哪能让你们夫妇分开嘞？那我们成什么人了？行了，家里粮食不多，就不留婆母和嫂子吃饭了。我就说老二家现在和以往不同了，婆母你非不信。现在好了吧，白来一趟，还被他一顿好挤兑。走，去找你们大堂哥。找大堂哥干啥？坚决不能让林和那个败家娘们儿再用大米换鸡头米了。别总顺着他们的话说，不然一直在向他们解释，想想就憋屈得慌。咱们要进攻，要让他们去解释。行了，去拿锄头，咱们去挖片菜地出来。星翘和那2个小的呢？大清早怎么没看到？我和大姐负责从山上背土回来整菜地，二姐和2个弟弟在菜地那儿将土铺平。我们俩在山坡上看到阿奶和大伯娘来，赶紧跑了过来，没想到阿娘变厉害了，直接把他们怼回去了。
你们菜地都选好了？爹爹说菜地选在泉眼下方，给菜浇水的时候也不会影响到水源。我看土地太硬实了，菜苗难扎根，就和大姐商议去山上挑林下土回来，堆成一朗朗菜地。走，我也去看看。娘，小舅舅昨天知道我们要在这儿弄菜地，特意砍来2根大毛竹，把中间结全打通了。小舅舅说要浇水的时候用毛竹直接接着溜过去，不用受累挑水。这娘家人真是没得说，有能力了一定要给他们留间屋子。快种好萝卜、大白菜、小青菜、秋菠菜了，还有空心菜、圆葱、辣椒、盐蒜。要是再有韭菜根就好了，割了又能冒，10几20天就能收一次。是啊，韭菜施肥简单，还不需要打理。可惜咱们分家出来的晚，大伯母他们肯定养不好那些韭菜。切到2面金黄酥脆的韭菜盒子，咬一口里面鲜嫩韭菜混合炒鸡蛋的汤汁流出来。没事，你们爹爹今天进城去菜市了，有卖的就会买些回来，还有生姜大蒜都会一并带回来。冬天来临也不怕了，我们有菜吃了。还得让陈如带回来些土豆，切丝切片怎么都好吃，能当菜又能当主食，产量大又耐放。为了不露馅儿，就说是在山里发现的。还有生姜、大蒜、韭菜，等过段时间还能弄几个竹筒罩住韭菜根吃韭黄。种菜的日子可真美好。林和嫂子，你在哪儿？不好了，出事儿了！小草，怎么了？慢慢说。林和嫂子，大木叔来找我阿娘了。大木叔说你家根本没有大米坏，是为了骗我们家鸡头米的。他说你婆婆亲口证实了，让咱们赶紧来要回鸡头米，不然以后鸡头米白送了，大米也没了。我这婆婆扯后腿真比谁都积极。小草姐姐，那你阿娘怎么说？我阿娘说她信你们，咱家耗子来了都吃不饱，要是骗食物的，何必第一家找我们？况且骗一次就露馅儿，陈二叔和嫂子犯不着为了点鸡头米在村里待不下去。小草，你放开心，你陈二叔已经去府城驮大米回来了。嫂子，虽然我阿娘不信，但村里好几户人家都信了，他们可能要一起来找你退。我阿娘让我提醒你做好准备，别让人趁乱摸走了你家的东西。好，嫂子心里有数，替我谢谢你阿娘。陈大木婆婆，肯定还有王坚花推波助澜，今日他们鼓动人来要大米，以后这些人就有多恨他们。秋穗、星剑，阿娘，我必须出门一趟，要是有人来了，你们别冲上前，不管怎样，自身安全最重要。再大的事儿，等阿娘回来再说，记住了吗？阿娘放心，我们不恼，绝对不跟他们吵，我们就继续种菜园子。好，要是等陈大木带人过来，我就脱不开身了。万一陈如赶着空牛车回来，那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咱们村子出了大祸害，一大半人都被坑了，一定要让陈如2口子把东西还给咱们。长林啊，外面传的话，你信不？阿爷，我不信。陈二叔学识和人品没话说，是他给我开蒙，他还买了纸张抄好书给您。他若是咒看财，怎会只消纸钱？若图名声，怎会偷偷送来？若贪恩图报，怎会说不欠人情？叔二叔现都夸我这等才学，真图银子大可去贵人府上谋差事，何须在村子里争蝇头小利？孙儿觉得陈二叔是真的想帮咱们村子。这些人呐，连个12岁的孩子都不如。要是敢不还，咱们村子容不下他们一家子。一定要让陈如2口子把东西还给咱们。老村长，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咱们村子出了大祸害，一大半人都被坑了。老天保佑，陈如千万要顺利回来。你们确定要还？什么意思啊？他拿了我们东西，当然要还。我摸几斤容易吗？凭什么白白给他？嗨，我亲侄女可是嫁给你家当儿媳妇，长林，我还是你亲4外父，你们可不能帮着外人欺负老人家。今日这事要是不帮我做主，以后老王家断不会认你娘。四叔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当然是实话。何方侄女，你可要让你家公帮我们。爹娘，你们的意思呢？我们还是听何方的，他家要是退，我们就跟着退；他家要是不退，我们也不退。哎，来之前说好的，你俩怎么反悔了？待会儿咱们退了，你们没得退，可别抱怨。长林，拿纸笔，要退的人记下来名字和鸡头米斤数，待会儿让你陈二叔一家退了鸡头米便是。哎，不是大米吗？怎么是退鸡头米了？哼，你们给的是鸡头米，也不信人家换给你们大米，那退你们鸡头米不是最为合适？对呀，能有鸡头米就行了。大木，别提要求了。咱们来之前不是说好的吗？退鸡头米也行，要不就加价。
长林，记。张秃子家4斤，陈大木6斤，王麻子你们家记上，必须退。这次退了，以后再不能为此事闹腾了。哼，放心好了，坚决不会闹，只要退了就成。咱们又不是不讲理的人。让你娘拎着咱家今日剥的鸡头米跟上。知晓了。没人，屋子上锁了，怎么没有啊？这可怎么办？幸好我有先见之明，听我的准没错。现在好了，人都不在，东西更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要回，后悔也没用。你爹娘呢？让他们出来，把拿了我家的东西还给我们！我爹娘快回来了，劳烦各位阿爷阿奶、叔伯婶婶等一等。把东西还给我们！别想耍赖！等什么等？凭什么让我们等？大丫，你快把门打开！鸡头米要是晒干了，得按干的还我。这只是一座茅草屋而已，还能拦住我们？老二家大米小米好几麻袋，足够咱们分了。对，拿回自己的东西，天经地义。不行，爹娘很快就回来了。我爹娘不在家，你们怎么能擅自进我们家拿粮食？难道只许你们家拿我们的鸡头米，就不许我们拿你们的粮食？那是之前说好的。谁跟你们说好的？你们爹娘那是骗。对，大骗子生小骗子，你们都是一群小骗子。我爹娘不是骗子，你们出尔反尔，毫无信用可言。行不义我们家也会退给你们。你一个小丫头片子说的有啥用？你当得了家做得了主吗？笑死人了！我们家他就当得了家做得了主。阿娘，陈二家媳妇儿，阿爷怕闹出事，已经把想退鸡头米的人登记好了，东西也带来了。按老村长说的办，我们还鸡头米。要是还有想退的，现在提出来，我一并退了。大家伙，最后的机会呢，赶快退，别等会儿啥都没捞着。大家伙，快来看，这乌漆嘛黑的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呀？看起来好脏，样子好丑，也不知道有毒没毒。我去前面小树林挖野菜，看到这些不知道被什么小动物刨出来的，我看有几个被啃咬了，想必能吃，就全挖回来，想着种了试试。哎呦，陈二婶子，你家已经穷到要去挖野菜了，把没吃过的东西带回来种，你们家里是不是揭不开锅了啊？林和嫂子，这黑乎乎的东西还是别吃了，万一有毒怎么办？没事儿，我先喂点给鸡鸭试试。林和，你先试着种种，要是好，给大娘一些种子成不？成。我说，他家都穷到要去挖野菜捡野果了，你们还相信他们能拿出大米？你们是不是傻呀？傻，别人都是傻的，就你聪明。我要是你，就去把家里田地多翻几遍，多沤些肥。李大娘粮食充足，当然不将这点粮食看在眼里。我们可不同，家里那是数着米过的。来，咱们先把鸡头米称了重还回去。至于这东西能不能吃，待会儿细细说。牛，有牛！是陈如，她运粮食回来了。陈如真能运回粮食，这挣银子的生意是真的。陈老二啊，咦，林和，大家怎么这么整齐？陈老二，你不知道，他们几家反悔了，非要把鸡头米要回去。没事儿，许是他们家里粮食充足，不想换，很正常。老村长，这是500斤大米，由你主持分发下去，成不？哇，真的是大米，一点没掺假。快回家拿麻袋！哎呀！老村长，刚才你出的鸡头米我记着的，先把你家的那份给了。这是75斤大米和
何芳嫂子，你们拿好。老村长家昨晚连夜包了吧？一晚上就凑了23斤，快，加上昨天的75斤大米啊！大米好，可1斤大米快能买2斤小米了。换了银钱，林哥的树须就有着落了。来，张婶子，你们一共27斤，大米是67斤半，到你们麻袋里哈。大米的味道真好闻呐！娘，大米真好看，比黑面好看多了，是不是很好吃？先等等，以后做给你们吃。1斤大米能换3斤黑面，能管全家1天口粮，还不是奢侈的时候。再等等，这是谢礼，别声张，不然别人看到了不好。你给我们的已经很多了，那是你们凭劳动挣的，这是谢礼，不一样。婶子，大概是你们1顿的量，晌午回去做给孩子们吃吧。林和嫂子，以后不管什么事，我都要帮林和嫂子。好，待会儿回家了，让小草把布袋子还回来。对了，今天的大米有多的，你们剥好的中午还可以送过来，换了大米拿回去。我和金牛他们一上午没歇，等吃晌午饭时再送过来。阿娘，老村长家昨晚连夜剥呢，咱们晚上要不也剥？晚上也不好捞啊。没事儿，咱们下午多捞一些，晚上借着月光剥。好，这东西水里到处都是，得抓紧时间。快点，最多10多天就捞完了，咱们也连夜干。中午我就不吃饭了，继续剥。穷不可怕，就怕穷且懒。只要愿意干活，日子总能过好。陈二小子，我们思来想去，还是相信你。咱们都是一个村的人，我们不支持你支持谁？你挣银钱，咱们当长辈的看着也高兴啊。张秃子、王麻子，你们还要脸不要？在老村长家可是说的好好的，退了就退了。就是你和陈家大姑娘不也放下狠话了？咋的？要大伙儿给你们回忆回忆。二位，我也想全部收，但我同窗说了，不需要太多。你们既然退出了，我心想着正好，如今倘若再收了你们的，其他人的不就收不成了？还请二位见谅，我们只和信任的人收东西，以后咱们几家还是永不合作为好。我就说吧，公爹老了，又不是能干人，不能听他话，按他说的做。你们非不听，现在好了，白白错过发财的机会。爹，以往大家都穷，咱家不是最穷的，倒也无事。如今眼看着别人日子越来越过，咱们家可就不好过了。这日子没法过了，别人家发财，咱家把财神爷往外推，分家必须分家。爹爹，坐在牛车上是不是一点不累啊？你要不要做了试试？要，我也要，秋岁新界，你们不做？大什么大？你们在爹娘面前永远都是孩子，想做就做。阿娘变了好多，以前她只会说你是长姐，要懂事，要干活，从没说过我也是个孩子。南方的土豆可以收2季，现在是9月，种下去11月就能收。这30多斤做种，少说能收600、700斤。要是能有个储物柜就好了。打扰了。阿娘，你做什么呢？阿娘，这真的能吃吗？怎么吃呀？都不用洗吗？这不是吃，是要拿去种的。那我去种，我帮忙挖坑。阿娘，晌午我来做饭，吃青菜糊糊成不？不用，你和弟弟妹妹一起去玩，我来做饭，晌午给你们做好吃的。就说是陈如今天从城里带回来的。阿娘，这吃食太好吧？你就说你爱不爱吃？去拿碗盛饭，待会儿估计会有村民来交鸡头米。王麻子那帮人还想强闯咱们家，看来得尽快挣够银子，盖个4合院。
建个高高的围墙，墙上倒竖着铁钉，防人绝对够了。阿娘，下午我们去捞鸡头米回来剥。对，上午种菜时说好了，我和二姐去捞，大姐在家剥，老四老五种菜。不行，水边危险，你们年岁太小了。爹爹没事儿，我早就会游水了，自家多剥1斤，不就能多挣2斤半大米吗？你就让我们试试吧。你们知道换鸡头水咱们是挣的吧？水塘里的鸡头米就那么多，村里人差不多能采完，他们采来咱们挣，自己采咱们也挣，区别不大。但咱们现在缺蔬菜，你们缺时间识字，上午记性好，下午去耕地种菜，你们觉得如何？比起抄书挣的那点钱，我觉得5个孩子读书识字更重要，你觉得呢？我会用心教。阿娘，你说5个孩子？阿娘，3个弟弟读书识字就好，我和大姐去把菜地里的活干完吧。怎么，你们不想读书识字？女孩奶说，丫头片子迟早要嫁人，是别人家的。花了钱教的再好，对自家也一点用处没有。你们看看你们阿奶如今过的日子，她是有家产的，结果呢？2个儿子，一个捧上天，一个毫无缘由的打压，男子立不起来，这家庭能过得好吗？她晚年能指望得上吗？她处事不公，没把媳做媳妇，老了只得不到媳妇敬重。马奶青丝做了，照做了，往后你们的人生就和她一模一样，你们愿意吗？阿娘，我们绝不要过阿奶和大伯娘那样的日子，我们也不想大姐二姐过那种日子。所以啊，无论男女都得往好的教。外面人说花钱教女儿嫁了人就是别人家的人，这叫赔本，这话根本不对。公主千金小姐不也请先生教？学到的本事在你们自己脑子里，谁也拿不走。嫁了人也就是换个地方过日子，你们还是你们自己。大姐二姐，以后我好好读书，当大官，给你们撑腰。我以后自己挣钱娶媳妇儿，绝不用你们的聘礼银子。对，给你们挣多多的嫁妆。爹，嫁妆是大姐二姐自己的吧？是，按律法，嫁妆是女子的私物，自己做主。那我就多挣银子，让大姐二姐过好日子。不用弟弟们的银子，二姐我自己就行。阿娘，我想识字。陈二叔、二婶，你们称重。17斤，换42斤半大米。木牛，你来看下秤。不用，我们信得过陈二叔。谢谢二叔，大米煮的饭可好吃了，我不累。现在村里家家户户都在抢着包鸡头米呢。阿和，我想跟你指点银子。拿个钱真难。还有事？阿和，银子不够。这可是半两银子，相当于500文钱，买5支毛笔不够？真的不够，一支最小最次的毛笔也要120文。这么贵？若是5个孩子只用1支笔练字，太耽误时间了。我没不信你，只是没想到毛笔这么贵。不贵的，毛料要先用10回水去味除杂，清洗晾干后再梳毛、齐毛、压毛，最后裁切绑线、装笔杆。我用的那支是最便宜的猪毛，也要150文，那都是手艺人耐着性子一点点做出来的。你想买好点的笔吗？咱们家如今只有7两饭的存银，盖4合院至少要100两，还得留钱以备不时之需。毛笔有就成，不拘好坏。他抄书1天挣53文，3天才够买1支最差的毛笔。穷人家的孩子读书，连买支笔都要抠抠搜搜。等等，我看看商城上有没有。商城里还会卖毛笔？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他不卖的。今天下午村里收了110斤鸡头米，存款刚涨了1万多，这1000开通费值。陈如，你猜猜商城里的毛笔多少钱？1斤大米的价格能买2支大号毛笔。小号10支8块，中号10支9块，大号10支10块。我干脆大中小号各买10支，你看看质量。
不好用就给孩子们当练笔，不心疼。笔尖锐细腻，笔毫平整均匀，刚柔并济，尖齐圆健，这毛笔样样都符合。林和，这笔太好了，比我那150文的还要好上太多。你的商城怎么这么厉害？做出来的东西又便宜又规整。哼，机器大批量生产出来的东西，单论价格和规整度，纯手工怎么比？对啊，我怎么才想到？想到什么？想到怎么把商城里的钱过个明路变成现银套出来了。陈如，也许不用等到明年，咱们今年过年前就能把四合院盖起来。阿娘，你把好好的韭菜罩上竹筒做什么？这样长出来的韭菜不是绿的，是黄白色，叫韭黄，口感更鲜嫩，拿来炒鸡蛋可好吃啦。鸡蛋炒什么都好吃，10几20天差不多就能吃上，到时你们就知道要差别了。阿娘，这是什么？哦，你爹昨天带回来的，说路边碰到个老人卖菜种，混在一起不好卖，他想着家里缺菜，全买回来了。混在一起，那该怎么种呢？没事，先撒菜籽，等长出来再说。能吃的吃，该移苗的移苗，该搭架的搭架。不干不净吃了没病，还是得赶紧盖砖瓦房，盖个干净敞亮的大厨房，再弄个大院子，种上果树，搭个葡萄架。这都快15了，陈如怎么还没回来？弹毛笔买牛车，不会出什么岔子吧？阿和，我回来了。毛笔价格谈得怎么样？书铺掌柜说毛笔品质极好，只要能保质保量，他大量要。小支130文，中支150文，大支180文。这个价格，你觉得呢？这是进货价，能有这个价已经非常不错了。150支毛笔，一共卖了23两银子。这头牛正壮实，拉500、600斤没问题，花了13两。板车现成的，花了1两，还剩9两。喏，给你。这是家里置办的第一件最值钱的家当。7天后300支毛笔交货，又是46两。照这个势头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咱们冬天前就能把新房盖起来。怎么了？我在府城看到大哥和大堂哥了，他们俩平时根本不亲近，这时候突然一起进城，我怀疑他们是冲着我们来的。是不是我有些小人之心了？毕竟府城人人都能去。进城要交2文钱的进城费，山水村的人除了过年，谁舍得花这钱？这不是你多想，鸡头米他们抢不走，但你那个同窗收购的借口，只要他们一打听，马上就会被挑破。真想不到，最看不得我好的，竟然是我亲大哥和本家堂哥。有时候亲人不是相互扶持，而是最见不得你好的那个。终归人和人之间是不同的，有些人从根上就坏了。
后天去赶集，我正好问下我爹，看看远处的府城里有没有更富有钱财的商人，到时咱们借他们的名头一用。咱们广宁府、南宁府、信义府全归南管，南都城里有沈家，号称沈半城。沈家家业多不胜数，借用他的名头，一来离咱们远，无处查证；二来沈家地位高，主子金贵得很，轻易不会让人见到。以大哥和大堂哥的身份，根本见不到沈家人，不怕他们求证。正因为这巨大的差异，沈老爷也根本不会知道，偏僻的山水村会有人借着他名头收鸡头米。这个法子好，就用沈家。陈家这回是真的要改换文婷了，和咱们不一样喽。陈如本来就是读书人，现在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。5斤3两，拿好。大家排好队，一个个来。说起来，咱们也是借了陈如和林和的光，这才几日，家家户户都换了上百斤大米。等过阵子换几百斤黑面回来，冬天都不用愁喽。村里出个能干人真是好，带着咱们一起过日子。这叫啥来着？鸡犬升天。咱们好日子全靠陈如一家，以后不管什么事儿，咱们都站他那边。那当然了。来来来，过来领新衣裳喽！阿娘，我们穿新衣裳做什么？阿娘，你和爹爹的旧衣饰改改，我们就能穿的。现在又没过年，要去外祖父家，当然要穿好的。咱们干干净净、清清爽爽的去，舅舅他们也有面子不是？阿娘说的对，穿新衣裳还能给舅舅挣面子。快来试试合不合身，这是我偷偷请李大娘做的，就为了给你们个惊喜。好软和啊！阿娘，这是细棉吗？对。阿娘，你应该早点告诉我，这样我就能多高兴好多天了。我怕我早告诉你，你激动的睡不着觉。还是阿娘懂我。上车吧。张婶子，你要不把筐子放车上来，到了赶集的地方给你。不用不用，路程不远，我背得动。二嫂，我阿娘高兴着呢。本来让银牛背粮食就成，阿娘说要置办的东西多，不放心就跟来了。哼，家里盐不多了，灯油也没有，还不得添置些啊？最近你们兄弟姐妹没白天黑夜的干活，阿娘还不是心疼你们，想着去买点有喂水的吃食。没良心的，早知道就不来了。阿娘，你要买猪肉？你也别太高兴，肥猪肉我们家是吃不起的，只能买些猪腿上的瘦肉，再有买根大骨头炖汤喝。足够了，足够了，只要有的吃就成，瘦肉和大骨头已很好了。你要记得你二哥二嫂一家人的恩情，没有他们，你和你弟弟妹妹别说吃肉喝大沟汤，就连黑面糊糊都得省着吃。就因为你二哥二嫂子带着咱们家，这才几日啊，咱们就能吃上黑面馍馍了。你说说，他们是不是咱家的大恩人？阿娘说的对，放心好了，在我心中，除了阿娘你，二哥二嫂子那就是我们最亲的人。以后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儿，我们一定会护着二哥二嫂子一家，不然就天打五雷轰。别，我和金牛慢时不时还得歇息一会儿，你们先走哈。那好，张婶，我们还要去岳父家，先走了。外祖母，舅舅，开门，我们来了。
来了，回来了，好。姑爷快进去喝茶。长好了，比以往长得都好。你外祖回来说我还不信，现如今信了。他婶子去集市上看到当家的和儿子叮嘱带些肥肉回来。哎，好不容易回家一趟，赶紧去屋子里歇着，娘做好吃的给你吃。外祖母，我们带好吃的过来了。上次你爹带回来2斤红糖，被我说了好一顿。你刚分家，什么都缺，留着给孩子补补身体多好，带回来做什么？就算要带，匀一些就成。我一个人能吃多少？多了不是浪费吗？你等会儿再带回去啊。娘，你放心喝好了。偷偷告诉你，我们分家后的山上有横手屋，值不少钱呢，你就别操心我们了。真的，太好了。娘，我们回来了。你看，我和几个孩子穿的衣裳，还有牛车。对了，这是给你们带来的布料和大米白面。你们刚有点钱，用在自己身上就行。我和你爹爹弟弟日子好过，买这些金贵东西来做什么？娘，你胃不好，吃大米养养。娘晌午给你们包白面大肉包子吃。娘，我帮你。娘，我带了鸡蛋来，晌午要不再做个蛋花汤？怎么真的？知道，就是他让我带的。娘，你不知道，我们现在喂了37只老母鸡，一天能捡好几十个鸡蛋，给你带的这点算什么？下次不许多带了啊！孩子们正在长身体，给他们补补。孩子们重要，你和爹爹也同样重要。有好吃的，一起吃。不知道哪来的风，吹迷了眼。姐，娘，我回来了。咱们家这伙食也太好了吧！你这几天做短工出力了，吃点好的补补身体。那我带几个外甥外甥妹去集市上玩。带出去行，你得看好他们了，当心拍花子。外祖母放心，我们不乱跑，会牵好舅舅。集市上人多，我也一起去。这季节还没糖葫芦，不过有糖化，你们要不要吃？舅舅请客。滚开！小爷我今天就要一个人出去，谁拦小爷抽谁！少爷，你可不能单独行动啊！你要是少了一根汗毛，小的们没法交差呀！放手！外面就是龙潭虎穴，小爷我也要闯一闯！少爷，快给我回来！外面危险！哼，放着好日子不过，真是自找苦吃。这种人呐，就不该他们享福。老天不公，凭什么这种人也能托生好人家享福？这少年品行不错，你们看他闹归闹，鞭子没抽在小厮身上，马蹄也没往人群中冲撞，想必还是被家中人管得过甚，想出来试试吧，总归本性不坏。走，舅舅带你们回家，外祖母该把大肉包子蒸熟了。外祖母，快看，小舅舅给买的糖画。我的是一条大鲤鱼，我的是大老虎，我的是一只小兔子，我的是一只小鸟。哎呦，这糖画捏得真好看，江儿的鲤鱼真好看，荷儿的老虎真威风。新叫的小兔子乖，秋岁的小鸟也好看。胡儿的大老虎，外祖母看看，哎呦，这老虎还能咬人呢。外祖母，甜，你尝尝。真甜，
真甜。这糖化好是好，就是太小了，不够吃。等明儿你们回去，外祖母再给你们一人买一个大的带回去。娘，您别惯着他们，这糖化可不便宜，文华挣钱不容易，别让他破费了。姐，你这话说的，我这个当舅舅的给外甥外甥没买个糖化怎么了？这钱我乐意花。姐，你看你，孩子们难得回来，给点零花怎么了？你乐意也不行，留着钱娶媳妇。外祖母、小舅舅，我们不要了，这个糖化就够吃了。我们不要了。不要啦。好，都听秋穗的，都听心杰的。走，进屋去吃白面大肉包子喽！来，都坐下吃，这是肉包子，给你们吃。文华，你不是爱吃香辣豆腐包吗？去院里吃去。好嘞。娘，我也去院里吃。你跟孩子们在屋里吃肉包子，不用去院里。娘，今天这顿比过年还丰盛，还不是托了你姐和你姐夫的福，带回来那么多白面，娘特意给你留的，好多个，够你吃了。娘，给弟弟吃吧。你爹杀猪的，还能短了他一口肉。你在外头受苦，回家了多吃些。娘，爹什么时候回来吃？农忙过了，家家户户连饭都减成2顿，更别说买肉了。猪肉剩得多，怕是很晚才回。饭我让文华给他送去。文华卖力气不是长久之计，我得赶紧弄个明面上的挣钱营生，拉爹和弟弟一把。这是阿和让买的，说是每2年就能结果子，给孩子们补身体。反正咱们分的那片地大，空着也是空着，种些果树，起码自家人能吃上。地方大就是好。娘，等我盖好新房子，留间大屋，接你和爹弟弟一起来住段日子。好，等你盖新房子了，娘去住。娘，你快回吧，路上当心。阿娘，爹爹，你们快看，是在集市上看到的那个富家少爷，他的白马怎么不见了？跟班也没跟上来，不会是被人谋财害命了吧？只是晕了过去，管吗？咱们能有如今的日子，全靠老天爷给的造化。说不定做好事，菩萨也能看见。既然是骑马的公子哥，多半是摔下来的。先抬牛车上，等他醒来，也算积个功德。孩子们都下来走走，全当活动筋骨。你们还知道回来啊？鸡不喂，家不管，要不是老娘替你们看着，回来怕是连渣都不剩。哎呦喂，你们真是败家呀！丫头片子给口吃的养活大就成，反正到了年纪也是嫁出去的。还买糖画，他们几哥哥都还没吃上糖，他们2个丫头片子竟然先吃上了。这山上要什么树没有，还浪费钱去集市上买，有点钱就不知道怎么花了吧？娘，昨日我已经托了李家几个小子，空闲来转转，顺带喂喂鸡。是啊，阿奶，鸡圈旁边有搅拌好的鸡食呢。你们也是拎不清，外人哪有自家人做事尽心，出门还能将家庄交给外人看管，真是白长岁数。娘说的对，下次出门我就和娘说，让娘来帮忙喂鸡。你长辈要个吃食都不给，这是秋穗、星秋舅舅买给他们吃的，5个孩子每个人都有一个。不就是个糖画吗？3个乖孙吃了也就吃了，大鸭2鸭的不行。
来，给阿奶拿回去，让你们哥哥也高兴高兴。不行，既然分家了，就是两家人。大哥家是大哥家的，我家是我家的。几个侄儿没吃的可以自己买，但不能拿我女儿的给他们吃。你竟敢驳我面子！既然分家了，就是两家人。大哥家是大哥家的，我家是我家的。几个侄儿没吃的可以自己买，但不能拿我女儿的给他们吃。你竟敢驳我面子！你娘我还没死呢，你就想断亲？你就不怕我去官衙告你个不孝不孝？我不怕。我本以为搬离老宅后能得清静，先是大嫂推新局，今日娘又来要我女儿吃屎。倘若往后还是这样，那即使娘去官衙告我，我也要断亲。娘说句气话，你还当真了？你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，娘咋舍得去告你？没良心的呀！啊，有了媳妇儿忘了娘，拿到哥娘的心呐！娘去给你们喂鸡，鸡养好了，我儿和乖孙也能多吃几个鸡蛋补补身体。我娘改不掉了，别往心里去。以后的日子，我们一家人好好过。没往心里去。阿奶出事了吗？林和，你真是反了天了！这么有营养的康福，你居然拿去喂鸡！娘，家里现在能吃饱，不差这点。你懂什么？我这是在教他怎么持家。这康福多好啊，掺在粮食里给人吃，能省多少粮食？败家玩意儿！娘，您说的太对了，这康福确实有营养。你知道就好。既然这么好，那怎么能浪费呢？娘，您今晚就在这儿吃吧，我专门把这盆康肥煮给您吃，保准让您吃个够。你好心当成驴肝肺，以后我对老大家好，别怪我偏心。娘，您别走啊，家里还有大半袋康福呢，我一定顿顿给您煮几碗，保管您身体倍儿棒。抱歉，我没忍住。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多谢恩公救命，我是被爹娘撵出来的，实在没地方去了。恩公，您行行好，收留我吧，我愿意做工抵救命之恩。行吧，你先安心住下，以后就拿帮工相抵吃食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姓黑，名满，大家叫我黑子就行。这农户人家竟然吃得起这么精细的白米。黑子，多吃点，补补身子。这腰花，还有这鸡蛋、土豆丝，也都不算什么稀罕物吧？腰花可是荤菜，外祖特意留给我们长身体的。气味，我怎么没闻到？你就是还不饿，饿上3天，什么都香。不好吃？没有呀，阿娘做的菜最好吃了，不管哪样样都好吃。一个乡野村妇能做多好吃？不过是这群庄稼人没见识罢了。等我回了沈家，定请他们吃顿像样的。不行不行，说好不靠沈家，靠自己。不腥不臊，鲜嫩爽滑，这味道完全不一样。我们说的没错吧？同样是菜，我娘做出来的就是比别人好吃。这是什么？记性真差，说了是土豆丝啊。看着像姜丝，怎么脆脆的，还带点粉糯？这是你们这儿独有的，我在外面都没听说过。是我阿娘在小树林发现的，我们种了一部分，时不时去挖点回来做菜吃。关键它好吃还饱肚子，蒸着烤着吃比黑面馍子好吃多了。土豆是阿娘取的名字，不过我和弟弟更喜欢叫它黑蛋。失策了，我干嘛非起个叫黑子的假名？
为何？因为它黑呀，从泥土里挖出来，黑乎乎、圆滚滚的，不就是黑蛋吗？果然简单粗暴。摆盘不够精美，搭配不够赏心悦目，味道过重，有很大的改善空间。我家可不养闲人，就是牛魔王来了，也得离2亩地再走。黑子，吃饱了没？我今天只是饿狠了，明天我绝对吃不完。那你会干些什么活？干活？我以前连穿衣洗漱都有人伺候。对啊，我现在不在沈家，没小厮了。烧水、拌鸡食喂鸡、耕菜地种菜、洗衣裳，不会没关系，只是告诉你家里有这么多活，秋穗他们都会，你今晚跟着学，明日就能上手自己做了。明日就做？有问题吗？这些活就连7岁的陈胡都会做，你1天时间学不会？当然会。很好，适合用激将法。那工钱怎么算？什么工钱？我相当于帮工的伙计，不是该发工钱吗？有了工钱带回去，爹娘就知道我也能凭自己本事挣钱了。我管你饭了啊！3顿饱饭就是工钱，你去村里问问，有谁愿意管你3顿饭请你？富家小少爷要体验生活，我得配合啊，一定让你终生难忘。 3顿饭哪够？村里人哪有大米饭吃呀？都是黑米糊糊和包谷面馍馍。现在农闲，1天2顿，半干半稀就成。咱们村怎么可能请人？更别说请一个半大小子了。也不一定，还可以剥鸡头米。你看他那手，像是会剥且能剥鸡头米的样子吗？行了，大火锅，先从洗碗学起吧。那好吧，我先在你家试试。不管怎样，绝不能空手回去让我爹娘笑话。去，把碗洗了，烧热水洗漱。待会儿会有村民来交鸡头米。对了，你会看秤吧？得，不会看秤，那你去拌鸡食喂鸡。今天太晚，你明日打早起来洗衣裳，然后跟我去后山种果树。这叫活不多。行了，去干活吧。往后我把这些活干了，你们做什么？大哥哥，我们要做的可多了。待会儿要去菜地耕种，明日起床先是认字写字。等等，你们还认字写字？纸墨笔砚很贵的。不用买，爹爹在后山找了平滑的石板，我们用毛笔蘸水在石板上写字。很聪明。你们3个读书习字，那你2个姐姐做什么？他们也要读书习字呀。女孩子也读书，那衣裳谁洗？阿娘说了，女孩子的手好看，用来拿笔写字的才好。咱们男儿手掌宽大厚实，搓衣裳又干净又快，所以家里的衣裳都是大哥二哥洗。大哥哥，明天你洗衣裳是不是比我大哥二哥洗得更好呀？那是当然的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去油呀，冲洗几遍，碗就和新的一样干净哩。阿和，那孩子能做好吗？做得来留下，做不好就走。咱们家没闲钱养吃白食的。我不要求他感激，只需要一个干活的劳力。立下规矩，他才能靠劳动换饭吃。明日我上午教孩子们认字，下午得出门买粮和果树。挖坑的活确实需要人手。没床没被，腿都没法伸直。洗衣裳、洗碗、拔草、挖坑。来到陈家后，我简直把前18辈子的活全干完了。这都是什么人间疾苦？我不受了！挖不完的坑，哪有那么多果树需要种的？等明年春暖花开再种不行吗？非得抢这半年。林和婶子还说什么冬天来临前垒好窝，准备充足。陈叔快30了，连个秀才都没考中，一家7口住茅草屋，这话从他们嘴里说出来，真是讽刺。要是早点努力，起码住上砖瓦房了吧。
住茅草屋的陈家伙食都不错，那住砖瓦房的岂不是更好？我要求不高，伙食跟林和婶子烧的差不多就行。干活嘛，只要有陈家的一半就成。我这就去好人家干活，说不定还能拿到工钱。你决定好了？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走。林和婶子，你得理解是不？林和婶子肯定是觉得亏待了我，现在正懊恼挽留我呢。行，不过看在相处了10几日的份上，告诉你一声，村上人的伙食可没我家好。这分明是挽留给的台阶，我才不下。住茅草屋的都能有这伙食，住砖瓦房的怎么会比他差？婶子，救命之恩我公是还不了的。这玉佩我自幼佩戴，价值100金，是我的心意，还请收下。你们当了这玉佩，也能盖个大房子，林和婶子肯定会客气的推拒几句。不送了，告辞。阿娘真的不管黑子了。这玉佩真好看，阿娘是准备当了还是卖了呀？大哥哥用玉佩报恩，比嘴上感激好多了。不用管，村子里无论哪户人家的饭菜，黑子都吃不下，他自会回来。玉佩不卖也不当，咱们家有银子盖房，也有粮食过冬，还没到需要卖一个半大孩子贴身误导的地步。那阿娘为何收下这个玉佩？看黑子刚才的表情，很受伤的样子。阿娘是不是担心黑子在山水村碰到不厚道的人家，吃亏了？黑子去山水村，首选肯定是那2户砖法风。老村长家厚道，但人口多，会过日子，肯定不会花粮食养个半大小子干活。另一家就是我那婆母和大伯哥了。黑子要是去了他家，别说玉佩，就是身上的衣裳也别想完整的回来。反正不能便宜了那2人。那可不行，要是前些日子管了饭还能帮忙包鸡头米，现在鸡米果越来越少，自家人包都来得及，哪里需要请人？爹，咱家粮食是多了些，可是长林要交树须，要买纸墨笔砚，后面赶考哪样不要银子？咱们家可是一丁点不能浪费啊！你去和他说，咱们村子上只有你林和嫂子家才可能会请人，别家的粮食怕是都不够。你到高坡上那户人家问问，那是我林和嫂子，她人可好了，咱们村恐怕只有她家才会请人。我才从那里出来，偌大一个村子，难道住砖房屋的还比不上住茅草屋的？你有啥子事儿？晚辈家中逢变，想在此寻个落脚处，只要干口饭吃，什么活都肯干。切，看你衣裳布料也是好的，莫不是偷了主家的衣裳钱财被撵出来的吧？你个半大孩子，没半点力气，谁养着谁吃亏，这又不是农忙，养着你就是费粮食。我会洗衣裳洗碗，还会拔草挖坑。行了行了，这算什么活，人人都会。本以为在林和婶子那里干活已经够苦了，比起眼前这妇人，林和婶子不说话已是最大的尊重。好吧，看你可怜，先留下来吧。怎么，你不想吃饭了？咱们村穷得很，怕是再没别家愿意管饭养个闲人了。三柱，拿套你的衣裳来。就这几套衣裳还要分？黑子是吧？你穿这身好衣裳怎么干活？去换了。下午和你大主子、二主子一起去沤肥。大主子、二主子，你咋这么不利落？我们家给你饭吃不就是你的主家？我儿子不就是你主子？去，换了衣裳吃饭，吃完好干活。
喏，拿着去吃吧。怎么饿傻了？你们就吃这个，没有别的了？我们还有黑面馍馍。没有大米饭、肉和蛋吗？你想屁吃嘞！不过年不过节，谁家吃肉和大米饭？你满村打听打听，除了老村长家，哪家有我们家吃的好？换了别家，根本舍不得养你个吃白食的。行了，吃饭还堵不上嘴，快吃，吃完下地干活。太难吃了，跟吞刀子一样。大儿，那事儿你办的怎么样了？娘，你放心，堂哥已经和二弟那个同窗搭上话了，没2日咱们就能揭穿他。好，那个林和简直反了天了，那么好的康福拿去喂鸡，却给老娘吃康福。儿啊，你一定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这声音，林和，你个丧门星，克死了你爹，还想克死我们老陈家不成？我想起来了，这老妇女就是林和婶子那天怼的人。我竟然进了林和婶子的婆婆和大伯哥家。不知道黑子是在村子里找到收留的人家，还是出村子了？大约是出村子了吧？村里人家连自己都吃不饱，哪有能让他满意的呀？是啊，换作是我，黑黏糊糊都难以下天，那傲娇公子哥能忍受哪家？快进屋换身衣裳，莫着凉了。陈江，厨房砂锅里温着姜汤，端一碗来。怎么样？都说了没？秋夏星秋，天昏暗了，仔细伤眼睛，去弟弟那个屋子玩一会儿，娘和你们爹爹商一些事。除了那几家永不合作的，剩下的都说好了。这几日鸡米果越来越少，大家正愁着，一听竹姑、群姑也能换粮食，问都没问就答应了。鸡头米压秤，大家换得多，竹姑不压秤，要是还是1斤换2斤大米，大伙儿忙活一天也换不了多少。我想着，既然蘑菇在商城里比鸡头米贵，咱们换出去大米也多给些。不过大米便宜，菇子贵，要是给他们换几10斤大米，就太惹眼了。鸡头米已经下市了，鸡宗君和竹孙最晚到10月也没了。趁现在下雨，菇子多，大家多捡些，咱们多挣点，村里人也能宽裕些。你看，开伞的竹菇换3斤大米，未开伞的换4斤大米，群菇也是4斤，怎么样？好，比府城里是高了些，但只是翻了一番，不算夸张。连6、7岁的孩童都能捡，人口多的人家，一天挣得比剥鸡头蜜还多。夜里下了雨，明日一早就能上山捡了。等菇子季结束，咱们也开始盖房子吧，盖个冬暖夏凉的砖瓦房，不用再挨冻。卖毛笔存了7、80两银子，等11月盖了4合院，还能有结余。听说黑子那孩子在我大哥家住下了。什么？大哥家？婆母和大嫂那刁钻刻薄样，他一个挑剔的公子哥为何能忍下？林和婶子家地方小，但对我和秋岁星际一视同仁。在这儿，我居然只能睡灶洞，幸福真是比出来的。黑子，走了，天都亮了，还偷懒啥？还没吃早饭呢，不吃早饭就出去干活，你想屁吃嘞？又不是农忙，谁家吃3顿？有2顿饭就不错了。走了走了，别想偷懒，今天我负责监督你。这帮小人，我出来时怕是早寒了林和婶子的心，现在吃了苦又舔着脸空手回去，我也造得好。不行，得想办法有贡献的回去。奇怪，今天村子上的人咋这么勤快？
这是全家出动去捡姑子吗？何止是全家出动，我看这人数恨不得是全村人出动了。这有什么？夏天咱们家不就有大鸭、二鸭捡好晒干的菇子吗？足足1麻袋呢。大鸭、二鸭干活是麻利，就是人蠢笨。现在全便宜了咱们。咱家不仅有干蘑菇，还有干豇豆、茄子条，足够冬天吃了。哼，他们也就是吃苦的命，比不了咱们。秋穗心切已经吃上肉和蛋了，你还在为蘸来的一点旧干菜沾沾自喜，烂泥扶不上墙。李大娘，你们这是去哪儿捡蘑菇？带我一个呗，我家里干蘑老多了，就是歇不住，出来活动活动手脚。娘，快点走，不然要少捡多少蘑菇呀？是，娘快些。给脸不要脸，可不能让他们知道姑子也能换粮食，不然说不定也像张秃子上次那样，自己不好也见不得咱们好。娘，你说零和骰子厚道，这1斤菇子换1斤半大米，应该差不多吧？要是能换1斤半大米，那我连夜不睡也要捡菇子。这要是换成了，明年家里可就有存粮了。不知道咱家的能换几斤大米，菇子捡起来方便，哪能和鸡头米比？我看呐，能有鸡头米1半就不错了。哪怕1半，那也是白捡的粮食啊！林和家还没出来人吗？开闪的竹菇，咸酥味少了鲜味许多，口感不是很嫩，能换的大米斤数最少。老的剁吧剁吧喂鸡鸭了，所以开伞的竹菇换3斤大米。1斤开伞的换3斤大米，早知道不喂鸡鸭了。没开伞的1斤换4斤，群菇也是1斤换4斤，听清楚了没？有想法的可以直接提出来。是干的还是新鲜的？新鲜的。快，闺女，快回去和全家人说，赶紧去山上捡菇子。老天保佑，天天下雨啊！今日陈二小子家的同窗来了，看他还能如何狡辩。待会儿咱们就在村民面前拆穿他的把戏，不光让他在咱们村子待不下去，在他的这些同窗面前也将再无立足之地。我没想到堂弟作为一个读书人，没学会礼义廉耻，竟然学会了坑蒙拐骗，打肿脸充胖子。他这换的粮食只能撑一时，粮食说不定还是打着富贵兄的名义赊欠来的，败坏自己名声就算了，如今却拉着富贵兄下水，心思恶毒啊！坚决不能让陈如打着我的旗号招摇撞骗。我本想念在同窗一场，放他一马，他如此欺瞒村民，败坏的不只是他和我的名声，还有我们书院夫子以及整个天下读书人的声誉。对，富贵兄真是大公无私，天下读书人的声誉绝对不能被陈如败坏了。这你呢？还快学呀！不认就不认，爹你能不能好好的不捉妖？别年纪一大把了还祸害儿女。家里日子本也不差，何苦再去做那些落不到好的事？我去你们个娘的！一个个还敢教老子做事儿！看待会儿老子回来了，打不死你们！张秃子那个懒货连门都不出，不管他，咱们这些人也够让陈如喝一壶了。如弟，你科考不中，大哥我也就不说什么了。但是想不到你读书不行，人品也不行。作为你的大哥，我心里难受，面上无光啊！陈家大小子，你有事直接说，哪能一上来就说如小子人品不行？我看他人品好得很。对，有证据就摆出来，不然我们可不认。就是陈秀才是好人，我们都信陈秀才。你们今日最好有个合适的理由，不然休想全书全委的离开。咋的？你还想动手？当心我们报官！报官？官差来了，我打的也是你。婶子，
待会儿你就说沈家。证据！来来来，各位好好看看，这位赵老爷就是证据。赵老爷就是堂弟的同窗，就是他口中收购鸡头米之人。大家伙问问，他有没有让陈如收购？有没有拿大米交换？大木，这有啥关系呢？鸡头米早过去了，我们现在只关心采蘑菇，你耽误我们捡菇子，就为了听你说这些没用的。你们，难道捡菇子能有大米重要？你们不关心鸡头米换大米，去关心不值钱的蘑菇？蘑菇也能换大米嘞，就你们不知道吧？各位，陈如打着我的名义承诺的事情，我在此声明，与我无关。出了问题，各位只管找他便是。你谁呀？找你找得着吗？陈如，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？如果你说不清，咱们就要到书院夫子面前说道了。这有什么说不清的？无非是我们不想被别人知晓真正的大买家，随口那么一说呗。原就是担心有人使坏，想不到真猜对了。不过这位赵大爷真是劳烦你老这么远过来，不容易啊。赵大爷家是生意起家，难道生意场上的事不清楚？还是说赵大爷一向干干净净，连句违心和打掩护的话也未曾说？陈如，我是你亲大哥，你说说这后面的大买家到底是谁？你要是说不清楚，我坚决不能让你在犯错的道路上一错再错。当然是沈家。哪个沈家？南都沈家，号称沈半城的沈家。怎么，沈家天南地北到处收东西，有何稀奇？哼，空口白牙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婶子，你拿玉佩出来。看好了，无瑕细腻，温润透亮，极品和田玉所作。你说说，整个广宁府，谁能有如此上好的白玉？告辞。这不是在陈大家帮工的那个小子吗？他怎么没帮着陈大家，反而帮着汝小子一家？这小子到底是谁？你是我家的下人，就应该站在我家这边。就是吃谁家的饭你不知道啊，还不赶紧过来！娘，黑子在咱家吃喝这么久，这人和东西可都得归咱管。人和东西都归你，你这是要明抢啊？什么抢？他在我家吃我家的，喝我家的，就是我家的下人，拿他点东西怎么了？下人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镇子上养下人，连张卖身契都不用签。大家都听听，陈老太太说黑子是他家的下人，我倒想问问，买这下人的卖身钱，你们陈家给了多少？卖身契上写的是谁的名字啊？就是啊，哪有没卖身契就当人家主子的？真当自己是大地主了，还养下人呢？也不看看自己家那几口人，灾年一到，自己能不能吃饱都难说。谁说我们吃不饱？这不还没到灾年吗？等灾年来了，我们也有招。有没有招是你们的事儿。既然没卖身契，也没给卖身钱，黑子就是个自由人，他愿意去哪儿，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。黑子，你自己说，你要去哪儿？我想留在你家。你个白眼狼！想留我家可以啊，不过咱家不养闲人，后山还有许多坑没挖呢，你干不干？我干。行，你们等着。你大哥哥，你回来啦！我就说吧，村里没人能养得起你，回来就好。后山那些坑正缺人挖呢。行了，既然回来了，往后就踏踏实实干活吃饭。回来了就好。原来被人接纳是这种滋味。哎，我这就去挖坑。站住！天要黑了，让他一个人去。等把果树种下，再把屋子盖起来，咱们这个家就真稳当了。站住！天要黑了，让他一个人去。等把果树种下，
再把屋子盖起来，咱们这个家就真稳当了。到时候我们就有大房子住了，还会有很多很多粮食，鸡圈也得再搭大些，还要多种点土豆，还要养鸡养鸭，种果树，都会有的。房子会有，粮仓会满，往后的日子也会一天比一天好。